来大马1年多了，我抓着儿子 Wilson 问，原先在中国的小学，你可以给他打几分呢？5分吧。10分里面的5分。好，我自然会问，现在在大马的国际学校，可以给他打几分呢？9.5分。9.5分。歪仔，今天请你来救场了。好的。多说几句。半天憋不出一句好，一根好使。太恶心了 ，gross。老爸想问你，原先在中国的时候，等到我们快要临走，2023年初、2022年末的时候，我发现你已经不太喜欢学校了。是的。看到你那种不开心，我跟妈妈心里也很难受。觉得很没有意思吧？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学校的饭不好吃，而且你还不能外带。对，外带还跟老师起了冲突。还有呢？并且要学的东西，我觉得并没有任何起的作用不大。比如说像背课文呀、抄写这种。怎么叫作用不大呢？你能不能详细展开说说？就比如说像背课文，我认为背下来了并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说老师会抽查之外。那你讲的是语文嘛？像数学和英语呢？英语又太简单，数学上大家都非常吵。哎，喂，英语很简单吗？你的 G 和 J 还经常搞不清楚呢。很简单，to be honest 很简单我觉得我听说当时你们还比较程式化，是吧？比方说形容女孩只能说 tall and short, fat or thin。呀，这个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非常局限于一个地方。并且就很没有意思。比如说还经常有抄写这类的作业。英语也要抄写吗？是的。For example， 要怎么抄？抄多少呢？比如说一个词要抄4遍，一个句子抄2遍，还要写中文的意思。数学完全听不到声音，有老师讲话的声音。课堂纪律很糟糕。是的。学校发生了些什么？你们一个公立学校纪律会很糟糕？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害怕老师的，至少在大学以前，我们上课都是非常认真的。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纪律情况？所有人全部都在讲话了。那老师也不管吗？老师就算是生气了，他就再过了1分钟又继续烧了，就没有用，就也没有有效的去改善这种情况吗？没有。那你自己是感到 frustrated 还是无所谓，或者是怎么样 upset？ 都有吧，毕竟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讲。你也是其中一员。OK， 你分析大家为什么这种纪律不是很好呢？因为这个老师管得比较宽一点嘛，就大家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边界感。结果就是你就算吵了，老师发火了 then that's it， 它就结束了。中文好像有点退化对，有一点。你就不会被struggle到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你 don't have any cost， 所以讲了上 there's no risk。 老师没有让你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好好去管。是的。自己也有原因并且数学课上也有很多的复习之类的，也相对来说挺简单。时间安排不太得当。但我记得你到后期的话，甚至于早上起来就会哭，就说我不想戴红领巾，不想去学校，能不能不要去？这是发生了什么？你还记得吗？感觉很局限于一个范围吧，并且那个老师上课的时候非常的无聊，甚至还会无缘无故的发火，并且中午和早上，并且那时候只有中午就中午没有任何的 free time。你一直讲到这个，其实老师从来就剥夺你们课间和中午的休息，他担心什么呢？中午的休息他是2周有一次，平时你吃完饭就回到教室，还只能看书。2周才给1次休息啊？有的时候就70分钟会压缩到30分钟，30分钟会压缩到20分钟。这也会让你感到不爽。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爱自由的人，是吧？这些被压缩了，你都会感觉不舒服。并且他比如说你要还去得早，你比前3个去的才有球，后面去的就没有那个器材了。我还记得后期你被一个小朋友欺负，手上都有扎着一些铅笔的洞，你也非常生气，还记得吗？这些你觉得你的小学快乐程度，如果从0到10分的话，你可以给他打几分呢？在中国的念的小学5分吧。10分里面的5分，他的快乐是体现在哪里呢？不知道，让你适应了他一个 environment 之后，你就感觉可以，I'm okay with that。 OK， 但你是不太愿意再继续下去。主要是当时没有选择嘛。是。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我们先说分数吧，0到10，你觉得可以达到几分？看着这里镜头。9.5分。9.5分。现在你每天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哪些地方有些差异呢？先睡到8点到8点半，不到8点一课，对， 15分，起来刷牙洗脸去学校。
而且我记得你们上学时间也是比较晚，到9点才上学，所以你可以是8:45开始第一节课。8:45就开始了。现在得到充分的活动的时间吗？有。你说说看哪些机会？从11点到11点半和1点半到2点10分，有就是每天有70分钟的 free time。哦，那你怎么去花你的这些 free time 呢？我一般都打篮球。你现在是个篮球高手了？Kind of 没有了。还会怎么用呢？还有比如说去图书馆打 Uno，Uno 还有 Poker 桌游是吧？以前跟我说去图书馆是读书哈。是啊，是以前。OK。图书馆有的时候你中午也可以去图书馆，并且英语课大概每2周老师会安排去一次图书馆看书。你会看吗？爱上阅读吗？还好吧。OK。那现在老师你觉得能够有效的把你们的纪律给控制好吗？可以。他有些什么手段呢？他有一个叫 Bingo 的一个东西，这个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它就像，就比如说像这样一张空白的纸，它会在上面画上一个，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形，一个方形，它里面会有25个格子，里面会有不同的25个数字，从0到75。它比如说它这边的数字嘛，我们每节课会有3个 draw， 上到那一位老师的课会有3个 draws， 然后就比如说这天一天最高会有6次 draw， 然后就抽到里面的数字就会划掉一个。然后我们有3关，第一关是就比如说像这样连成一条线可以获得奖励，然后第2关是像连成一个闭环，形成一个闭环，这样也会获得一个奖励，慢慢的变大嘛。最后一个全部涂满。那怎样才能抽这个draw呢？是时间到了就行，还是要完成任务？上完1节课，并且达成3个指标。它原来是有3个指标，它上课只要不违反这3个指标，它的 draw 就会保留。原始就有3个。您说说看，老师让你们涂满这个叫 bingo 的板，会给你们不同的奖励，对不对？第一个我们已经有了，是全班每个人会发到2块曲奇。OK。是老师前一天晚上考的。都是老师自己做的。OK。第2关接下来会是什么？第2关我还不清楚，还没有仔细讲。然后第3关 final 的就是一个 McDonald's party。好欢乐啊！大家要出去吃吗？还是老师会是买回来。好，那我想知道老师是怎么让你们有这个 draw， 就他设定的标准，他怎么设定？我觉得这很关键，对吗？它是有3点了。第一点是 class appropriate behavior， 就是适当的合适的行为，比如说或者说 to avoid you from inappropriate actions, right? You can say that. OK。第2个是什么？第2个是putting respect in the recipe values。OK， 所谓的 recipe values 是一个6个英语词的组成的一个价值观吧。它其中的每一个词里面包含一个就 recipe，R 就 refers to respect， E 好像就是 enjoyment。OK。反正就是它第一个词的缩写组成了 recipe 嘛。recipe 就 putting respect in the recipe values。 OK， 就把你们学校的价值观落实到大家的行为上面了。还有奖励来吸引大家。第3条叫 FOSI。FOSI 是什么意思？ FOSI 是英式英语中 focus 的一个缩写词。OK。就 focus on the task。那怎样算是 FOSI 呢？我的意思是，老师怎么评价大家呢？在指定的时间里面完成了他的 success criteria， 是由 homeroom teacher 来评价的。是的。还有在老师问问题的时候，就算是随便抽，大家都可以知道老师在问什么，并且就算你说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一个别的人，当他回答之后，老师还会问你现在你知道了吗？再讲。大家你觉得慢慢这些规矩都很清楚吗？为什么啊？就是你刚到国际学校，我很诧异，像你们第1节课是大家坐在 beanbag 上，各种教室跑来跑去，大家相对好像还比较随意，老师跟你们也像朋友一样，为什么大家的纪律反而会变得更好？你的分析是什么？我觉得本质上是可能也是家教的问题。家教？你说每个人的素质吗？素质是老师的素质还是学生的素质？学生的素质。学生素质怎么说？你慢慢在一个环境里面就会被影响，或者说大家第1个人开始讲话给第2个人，他 impact 到第2个人，第2个人传染给第4个人，就像这样。那你们这里有发生过纪律不好的情况吗？很少。就比如说大家上课开玩笑，可能开的有点过头了，有点 distract 这个课的主题。老师会怎么把你们给收回来呢？然后他就说，that's enough。
你在中国，你们以前有个语文老师特别夸张，他很爱发脾气。他最夸张的发脾气，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就比如说把本子摔在地上，把谁的本子？把讲台上的本子，知道？摔在地上，再自己捡起来，或者说像一个 punishment 一样，就是让你坐在桌子上，just do nothing。就那种沉默的对峙，他会大声叫喊啊，怎么样吗？也会，你们心里是感到恐惧，或是会有是吧？但你最终还是并不会喜欢这种。你觉得如果把现在国际学校的老师请到中国去，让他去教那些孩子，你觉得他能够教好吗？不能，也不能，什么原因？相对来说，中国的他已经养成了一个没有 manners 的一个 environment 了。你就光一个老师去，两三个老师去，他可能是不行的，除非你把所有的就学生从 ELC 开始培养。OK， 那我们算是把你拯救出来啊，kind of 我还想了解，像你说原先在中国，老师给你们的课都是给你们的作业都是很机械化的，背默抄。我经常讲，是的。这里是怎么教你们？你觉得教学质量差了吗？你学会了吗？学会了。那你作业很少啊，每天回来我看你就打打球，看看电视，有时候包括玩游戏啊、打鼓，还会去做。那没有什么时间花在学校上啊，你怎么学会呢？因为我们作业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面完成的 ，homework 它是不带到 home 里面去做的，课上也会有 work。基本上在6年级这 assessment 也是可以在课上做完的，还少量需要回家做。比方说，人就以数学为例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功课的组成是对你们的要求呢？数学课上会有一个叫 Maths Online， 就是 online tuition。OK。它只有各种各样的题目，大概有20到30道。上课会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大概就可以完成80%-90%。哦。回家再完成5道，差不多就可以，可以了。还有些什么形式？有 project 吗？还有在一个 textbook 上面会有一个，比如说现在学的是 parameter， 还有就比如说 converting from centimeter to a millimeter。有。像 converting 这种，它也会有，就比如说 5G individual，就会有相应的 work， 在课上就会在你的 experiment book 上面写完。那你觉得为什么他的工作量，就是他给到你们总量不是那么多？你觉得你也是可以学会呢？我不知道，反而更多的一个作业的量嘛，就会反而让你更加厌烦这个事情。哦，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去学习去吸收它的知识。那老师做了些什么保持你对数学的兴趣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比在中国会简单一点。是会有，但是他把你推到了 extended learning 里面，对不对？对，你去上更难的内容。OK， 更难的内容他怎么根据你的特长来教你呢？老师会给所有人出一道题，会给相应的时间来解答。比如说它的 factorial， 它的连乘是多少？就像这样，慢慢你把这个答案算出来就好了。明白。我想问你一个难一点的事情，在这边老师应该没有什么背默抄吧？没有。那他通常你觉得他采取了哪些方法来确保老师自己的教学质量呢？他会有 success criteria。什么意思？是他上面的 boss， 他的education 的一个在教学上面的一个 leader 啊，像在这个像 Mr. Robin，他是在这个方面比较 expert 的一个人。OK。就是这样。他定了一个什么样的 success criteria？ 就比如说这节课的 success criteria 是你可以识别在网上有什么 fake information，什么假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你只有完成了各种习题上的，或者是反复能够做对、计算对才叫学会，它是用了一个更加生动的方法，类似这样吗？差不多。行，差不多了。好，差不多了。你觉得现在的教学如果再改善一下的话，哪里再改变一下会让你觉得更好呢？ No idea. Everything is so fine. Yeah. OK， 行，那我要谢谢你帮助我 ，Thank you, little man， 拜拜。